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朋友会有身体发凉的情况。其实，身体不同地方发凉暗示不同的疾病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你是哪种吧。第一个地方，肚脐下面发凉，对女性来说，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其实这可能是宫寒导致的，宫寒对女性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，所以要及时的调理。建议大家平时呢要多注意保暖，少吃寒凉的食物。没事可以喝点玫瑰花水，玫瑰花有调经止痛、活血化瘀的功效，对改善宫寒有帮助。第二个地方，手脚发凉，手脚冰凉也是常见的现象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就可能是气血虚或阳气不足，这时也要多注意调理，养成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。第三个地方，大腿发凉，在中医上讲，如果大腿发凉，就要注意肾虚或者是脾胃虚了。这两种病症都会给身体带来危害，所以也要及时进行调理。如果你这几个地方发凉，最好别忽视，要多注意保养，这样身体才能够更健康。赶紧对照自查一下。天呀，我在地铁站经过一个老奶奶身边，发现呀，她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味道。其实大家呀都心知肚明，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老年臭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因为啊，当人过了40岁后，身体呢会分泌出一种叫臭味醛的物质，它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分泌呢也会增加。尤其啊是抽烟喝酒大鱼大肉的粗老爷们儿，可能呢30-40岁就会有老年臭了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能做好2件事，或许能够避免哦。首先呢，要多注意个人卫生，勤换衣物，平时多洗澡。其次就是要减少抽烟喝酒，可以多喝水，注意啊补充体内的水分，这样都能够缓解老年臭的情况哦。很多人早上起床后会感觉嘴里苦苦的，还臭臭的，有的刷完牙就会有所缓解，但如果刷完牙还是没有缓解，就要小心了，可能和3种疾病有关。第一，胃火旺。如果高蛋白、高脂肪的食物吃多了，堆积在肠胃不能够消化，那么就容易引起胃火。胃火旺的人就会有口干、口苦、口臭，并且伴有烧心、胃胀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常用蒲公英泡水喝。第二，肠道堵塞了。如果肠道堵塞，也会使人出现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还会有便秘、色斑等症状。那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膳食纤维多的食物。第三，肝火旺。除了胃火旺，肝火旺也会引起口苦口臭，同时呢还可能伴有眼睛干涩、失眠多梦、脾气暴躁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常喝菊花茶，有助去。天哪，我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，是这样式的：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。干啥去？种地去啊！不去种地不行啊！不去种地怎么养你啊？医生说了，你胃不好，得吃软饭。有道理啊。木子想说呀，还是别吃软饭了，常吃下面这2种食物吧。山药，山药啊，表面有一层滑溜溜、黏糊糊的东西，那这种物质啊，就是多糖，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所以经常吃山药可以帮助养护肠胃。蜂蜜，那胃不好呢，可以经常用蜂蜜泡水喝。蜂蜜中有果胶、维生素 B， 能够润肠通便，加快肠胃蠕动，对改善消化不良、修复胃部健康有很大帮助。那这2种食物你们记住了吗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哦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有口臭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的情况，其实这可能是胃火旺盛引起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降胃火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穴位，没事的时候按一按，帮你消灭胃火。这个穴位就是手上的劳宫穴，劳宫穴在手掌心，将手握拳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宫穴，属于手厥阴心包经，与心经和胃经相连。那经常按摩有健脾养胃、清热降火、去寒邪的作用。对养心呢也有很好的效果。按摩时可以用大拇指按揉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。如果能每天坚持按摩，对降胃火、缓解口气有一定帮助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有点常识的都知道，如果着火了，可以用灭火器或者是打火警。那如果身体上火了呢？难道还能用灭火器吗？
其实啊，我们五脏呀都各自有火，也会呢有一些上火的信号。比如呢，肝火，眼睛会干涩，嘴巴会发苦，或者呀有头痛、耳鸣的情况。我们呢可以经常的喝菊花茶，可以呀清肝火、散风热，有很好的降火效果。那胃火会有口臭、便秘、舌苔厚腻、牙龈肿痛的情况，灭胃火可以呀经常喝绿豆粥，有清热解毒、清胃火的作用。那肾火呢，夜里会盗汗，总腰酸背痛，而且常常失眠。那想要改善呢，就要多注意饮食，注意休息，多运动。还有肺火，手脚心呀总容易出汗，总是咽喉干痛，还经常咳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多吃梨、银耳，还有多喝水。最后呀，就是心火了，很容易呢长口疮，经常啊胸口发闷、失眠、便秘等。可以呢多吃荸荠，荸荠可以养心血、清心火，能炒菜也能够捣成汁儿。相信大家身边都有很多胃不好的人，其中啊幽门螺杆菌是最常见的原因，它呢很容易给胃黏膜造成伤害，所以平时一定要好好养胃。那不妨试试大自然留下的3种养胃食物吧。第一种，山药。山药是药食两用的食物，相信啊很多人喜欢吃，而且营养丰富。它所含有的淀粉酶和氧化酶有利于脾胃消化和吸收，有很好的养胃健脾的作用。第二种，菠菜。菠菜是很有营养的蔬菜了，菠菜中含有大量的铁元素和植物粗纤维，经常吃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修复胃黏膜，也有很好的养胃作用。第三种，猴头菇。猴头菇是一种菌类，含有多种氨基酸、多糖体和矿物质，经常吃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，帮助修复胃黏膜。平时可以多喝一些猴头菇汤。俗话说，养肝如养命，好肝要靠养。但生活中啊，一些不好的习惯对肝脏都有损伤，比如一些食物，希望大家尽量少吃。腌制的食物，很多人都喜欢吃腌制食物，但是这类食物在腌制过程中会产生亚硝三甲，如果经常吃，容易损伤肝脏。霉变的食物，那生活中很多人节俭，即使食物霉变也不舍得扔掉，但是霉变的食物会产生有害物质黄曲霉毒素，如果吃了也容易伤害肝脏。油腻的食物，油腻食物是高热量、高脂肪食物，如果吃多了，不仅会使身体肥胖，也会给肝脏带来负担，导致肝脏疾病。所以想要肝脏好，上面这3种食物要尽量少吃，这样肝脏才会更健康。正所谓啊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就像啊我们的血管啊，如果你经常熬夜、不运动，或者是暴饮暴食，这些啊都容易使血管堵住硬化。所以呀，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常吃凉果和多喝凉水。凉果呢是木瓜和猕猴桃。木瓜里有17种以上氨基酸和多种营养元素，能够帮助软化血管。猕猴桃含有多种氨基酸、果胶、鞣酸以及黄酮类物质，也能够帮助保护血管健康。还有啊，多喝2种水。一种是山楂泡水，山楂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能够帮助软化血管和疏通血管。还有一种呢是用苦丁泡水，苦丁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，能够净化血液，软化血管。那如果呀你不想血管变硬变堵，那就把这几种食物列入饮食清单。你们说啊，现在呀生活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，好吃的好玩的这么多哈，谁不想多活几年呢？谁不想长寿？你说谁不想啊？但是你说你天天胡吃海喝的，那怎么能长寿呢？那想要长寿啊，咱得先会吃啊。今天木子就给大家呀推荐2种食物。首先呢，不得不说的就是海带了。海带中啊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、蛋白质和矿物质元素，那经常吃呢能够清肠排毒，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还有养护血管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那还有一种啊就是红薯，红薯中呢含有胡萝卜素、钾、粘液蛋白，能够使血液流通通畅，提高免疫力，而且还有清热排毒的作用，对身体呢也有好处。
那这2种食物啊，你记住了吗？尤其是中老年人，平时不要大鱼大肉的，可以常吃这2种食物。那你还知道啥食物对身体好呀？可以留言分享给我哦。拜拜。